指方向那栋别墅，4层那栋别墅就是他家的。最远的地方到红色大门那里，这草原房，这一片山坳里边这一片都是他家的，一直延伸到这边，养猪的地方都是他家的。村里默默无闻的贫困户，却突然间一夜暴富，不仅把房子翻盖成别墅，甚至还买下了整座山。十里八村的村民认为这家人暴富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于是果断报警。而经过警方3个月的蹲守，果真让他们发现了猫腻。经过深入调查，竟还牵引出了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了解，这处山村坐落在中缅边境，全村仅有43户村民，而其中一户庞家夫妇则是最为贫困的贫困户。好在有政府补贴，给2人置办了养牛场。然而令村民们意想不到的是，仅过去几个月时间，庞家夫妇就盖起了一栋4层别墅，甚至还把别墅附近的山区给包了下来。在他们看来，光凭养牛肯定不会一夜暴富，外加庞某还有犯罪前科，说不定他又做起了什么非法勾当。所以仇富的村民将此事反映到了警方，而通过民警的蹲守调查，发现庞某家里总是会出现一种离奇现象，经常会有他的一些亲戚朋友，5、6个、7、8个，他不是去吃饭，也不是去玩，就进去，可能一进去门关起来了，10多20分钟、几十分钟就走了，感觉就像商量个什么事情，商量完就走了，就是挺不正常，反正。而且这些亲朋好友每次从庞某家里出来，都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显然在庞某家里一定存在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随着警方调查深入，很快就发现了庞某夫妇家里隐藏的黑幕。牛的这个生意的赚钱的这个速度是绝对不能够达到他现在财富的积累的程度，又盖了房子，又买了车，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在运作一个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贫困夫妻突然咸鱼翻身，变成村子内赫赫有名的首富，4层别墅说盖就盖，整座山区说买就买，好像钱对于2人来说只不过是个数字一样。而夫妻俩的突然暴富也引起了村民和警方的注意，毕竟光凭2人养牛的生意不足以达到这种挥金如土的地步，说明夫妻俩很有可能在背地里做着什么黑色产业。因为他们发现经常会有亲朋好友来到庞某家串门，而且每次只待20分钟左右，随后连饭都不吃就开车匆匆离去，似乎每次来到庞某家都像是在开会一样。最主要的是，亲朋好友驶离的方向竟是中缅边境，一个正常人怎么会去这种危险的地方呢？于是警方谨慎开车紧随其后。可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庞某带着2名亲戚直接从中缅边境的禁令牌跨了过去，偷偷潜入了缅甸境内。过了2个小时后，庞某再次出现，开始不断往车上抛去编织袋，抛完之后还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笑容，随即就驾车从一处偏僻小路扬长而去。其余几人则选择走崎岖山路，可放着阳光大道不走，为何偏要选择走隐蔽山路呢？显然车里的编织袋正是庞某疯狂敛财的工具。那么袋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呢？在边境做什么最暴利？那肯定是贩毒，只有贩毒来的钱那是最快的。有了这种猜测后，警方立即组织警力，认为庞某如果装的是毒品，那么一定会事先回家藏起来。于是趁着庞某还未回家前，就开始在别墅周围布控警力。见到庞某的第一眼，警方蜂拥而上，一场缉毒行动就此展开。我现在档案里面请帖有多少啊？一坨有20个，2坨40，没有总的是80块。这是警方缴获毒品的现场画面。此前凶手竟大胆翻越中缅边境，进入缅甸境内。当他再次出现时，手里则多了几块大小不同的编织袋。警方认为，凶手之所以一夜暴富，成为村子里声名远扬的首富，一定和袋子里的东西脱不开关系。于是警方便在庞某家蹲点布控，见到庞某后就立即冲上前。庞某发现警方后，还试图把编织袋抛出门外，试图毁掉证据，但已经为时已晚。警方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并将其摁倒在地。而编织袋内的物品则是剧毒海洛因，总计查获28.8公斤，同时还在庞某家里搜查了上百万赃款。但经过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幕后大佬竟是庞某妻子，妻子名叫唐某，在境外有一定实力，这批毒品就是他联系并偷运的。而经常去他家做客的亲戚，同时也全部是夫妻俩的作案同伙，也就是说，这是一起典型的家族式贩毒。随即警方就将这伙人绳之以法，其中庞某的堂弟则最为可怜，从始至终庞某只给他发了2000块工资。你跑这一趟，你堂哥给你多少钱？2000。你觉得你堂哥是在帮你吗？是。为什么觉得他是在帮你，不是在害你呢？因为他可以吃。看来庞某夫妇为了赚钱，已经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好在警方及时将其抓获，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而不出意外的情况下，等待庞某夫妇的将是无尽的铁窗泪。故事至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如果说我这个孩子给你了，你愿意丢了就丢了，你愿意养着就养着，但是我确实没办法，我管不了了。但是我不知道这孩子的父亲是谁啊，我只认识那个女孩子啊，也是看她挺可怜的，17岁。
17岁女孩在 KTV 怀孕生子，事后却把孩子丢给老板回家上学，直言孩子你想要就要，不想要就给丢掉，这让老板倍感委屈，整日不敢回家，只能在外租房，生怕妻子误会和他离婚。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眼前的男子名叫魏先生，据他所述，自己是一家 KTV 的老板，刚开业生意就十分火爆，急需招贤纳士。很快，一名叫小蒋的17岁女孩联系上了他，表示要来 KTV 做暑假工。起初魏先生并不想同意，但当得知女孩家庭贫困，需要赚一笔下学期的学费时，魏先生出于同情只好同意。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小蒋刚干不久就消失了一段时间。魏先生本以为他辞职了，并未在意，可没过多久，小蒋就突然给他打来电话。他给我打了个电话，就说在医院生孩子啊，怎么样，手上也没什么钱。我说你要不去找点男朋友啊？他说我男朋友不管我了。魏先生出于同情，便立即赶往医院，并且给小蒋垫付了8000元的医药费，同时还给小蒋买了补品。事后便以 KTV 繁忙为由离开了医院。可就在次日，小蒋再次给他致电，表示他需要回老家办理手续，希望让魏先生帮忙照看孩子。魏先生毕竟是个热心肠的人，所以爽快答应了下来。没成想却被女孩摆了一道，竟抛弃孩子不辞而别。事后的一番话，直接让魏先生破防。他说如果说我这个孩子给你了，你愿意丢了就丢了，你愿意养着就养着。他说我确实没办法，我管不了了。但是我不知道这孩子的父亲是谁啊，我只认识那个女孩子啊，也是看她挺可怜的，17岁。KTV 老板被17岁女员工整破防，员工不知和谁生下孩子后，竟直接把孩子丢给老板，导致老板怕老婆误会，始终不敢回家，只能在外租房居住。据魏先生所述，当时员工小蒋以给孩子办理证件为由，让他帮忙照顾几天，没想到再次给他打去电话时，接下来小蒋的一番话让魏先生意识到了不对劲。过了3、5天，他给我打个电话，他说我也不敢回家，家里面也不承认孩子，他说我又没结婚。果不其然，小蒋直接摊牌，表示这个孩子他愿意交给老板抚养，毕竟家里多一个孩子就会多一份幸福，希望魏老板能收下这个孩子，如果实在不愿意的话，那就干脆扔掉算了。魏老板闻言想死的心都有了，这不是在逼迫他成为接盘侠吗？但碍于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魏先生只好暂时收养。可令他十分心疼的是，这个孩子刚出生就落下了各种先天性疾病，他有先天性心脏病、肝病，还有肺气肿、支气管炎，听力也有问题。在魏老板看来，如果这样耽搁下去，孩子病情就会越来越重。但要是把孩子送去医院，就必须要有亲属签字。可现在孩子母亲却又坚决要抛弃孩子，让他来给孩子看病治疗，根本就是件不可能的事。孩子父亲更别提了，妥妥的是名畜生。得知女友生下孩子后，就直接提出了分手，想要联系上他堪比登天还难，这让魏先生十分为难，无奈下只好走进警局。那么这个可怜的孩子该何去何从呢？他说如果说我这个孩子给你了，你愿意丢了就丢了，你愿意养着就养着。他说我确实没办法，我管不了了。如果说有好心人收养的话，他需要什么程序，需要什么样，你们还是帮忙解决一下呢？因为我个人确实没办法了。KTV 17岁女员工怀孕生子，事后却因担心遭受父母打骂，竟直接把孩子扔给老板，表示愿意养就养，不愿意就干脆扔掉，随后就抛下孩子不辞而别。魏先生对此十分苦恼，因为孩子存在各种先天性疾病，只有亲生父母出面签字，才能让孩子进行治疗。可现在孩子父母的意思就是孩子的死活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无奈下，魏先生只好寻求警方帮助，看看能否送到福利院，找个好心人收养孩子。但民警却不建议这么做，因为不经过亲生父母同意就把孩子送人的话，那么今后会遇到很多麻烦。现在他知道了，其实父母跟联系不上。就是说你如果把他送出去了，或者有什么情况了，或者他回来找我，谁找得到，就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但为了解决孩子的问题，警方便带着魏先生来到民政局，事后通过医院的诊断书找到了孩子母亲的家庭住址，随后民警便联系上了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说明真相。然而结果却不容乐观。是这样的，女孩呢现在已经回学返回贵阳上学去了。然后呢，他们家里面也没给我们联系方式，说过2次了，都是这样，他们也是有意回避的那种。据警方所述，目前孩子母亲小蒋已经上学，而其父母得知此事后也刻意回避，表示要找就去找女儿，此事与他们无关。而小蒋至今还未联系上，希望他能勇于担起一名母亲的责任，毕竟孩子是无辜的。那么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我们下期再见。